嗨，大家好，我是浩先生，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这个影片我们要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药学系的出路。那在我上一支影片呢，我讲到如何去有系统的规划自己的未来，其中一个关键步骤呢，就是要了解我们现在自己有的选项有哪些。那药学系的出路有百百种，可以去当药师啊，去药厂工作，做研究，当大学老师，去政府机关工作等等。那今天的影片呢，主要会针对叉叉药师这样的职业做介绍。其实广义上有考到执照都可以叫做药师啦，但我今天要讲的呢是那些有拿到执照然后登记执业的药师们，就是比较狭义的药师定义。那等一下呢，我们会谈现在药师的薪水有多少，我们可以在哪里工作，以及那是在医院工作但是你却没有听过的药师职业。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快开始吧。关于药师的薪水呢，目前市面上普遍认为大概月薪4万到6万不等，那年薪的话呢，大概是70到90万台币。如果你有办法升迁到主管阶层，或是非常拼命的排班的话，年薪甚至是可以破100的。但是当然啦，其实薪水的真正的值呢，会根据你工作的公司场域以及工作的地点来说有不同。像是北部药师的薪水平均就比南部药师的薪水还要高。但是药师的起薪虽然比很多刚出社会的新鲜人高出许多，但是它的天花板非常低，就跟楼中楼的2楼一样，你一上去呢，就是直接卡到天花板。我记得我在大1、大2的时候，在某次年轻药师协会举办的讲座里面听到一个说法，就是药师薪水的涨幅啊，平均来说一辈子不会超过3%。即便呢你从一家医院跳到另外一家医院，也不会差太多。但是如果你去药厂的话呢，平均薪水的涨幅呢是33%。如果有跳槽的话，甚至可能是翻倍涨。所以你有非常多的野心抱负，想要赚大钱的同学们，很多人都会选择去外商药厂发展。之后呢，我也会用更详细的影片来跟大家介绍药厂里面各式各样的职业。如果呢想要看的话，一定要帮我在底下留言，敲完告诉我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好，那假如我们今天毕业考到了执照，想要去执业当药师，我们的工作场域有哪些呢？其实常见的工作地点就有诊所药局啊、社区药局、药妆店，以及那些比较特殊的公家机关，像是监狱跟海关，也都需要药师。那我们先谈谈诊所药师吧。诊所药师大部分是排班制，所以呢，换言之就是你排班排的越多，甚至是全包一整天的班，薪水就会越高。那时薪平均大概是400到600不等。那也有听过学长姐，假如排班排超级无敌多的话，是有可能月薪破10万的。但因为是排班制，而且工作内容比较单纯，赚钱又快速，很多药学系刚毕业的学长姐想要存钱出国念书，或是一边读研究所一边去工作，就会选择去诊所药局兼职。那关于社区药局的部分呢，我自己已经去过社区药局的实习，之后再跟大家讲那个社区药局实习的经验谈，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那社区药局的部分其实上下班蛮固定的，但是工作的内容和上班的方法呢，都要看每一家药局的特色而定。像其实台湾很多 local 的药局，主要收入来源都是卖保健食品，同时也会兼卖奶粉、尿布，还有调剂慢性处方签等等。那在社区药局的药师就要多学会如何跟客户互动，除了专业的知识一定要具备之外呢，懂一点销售技巧也蛮重要的，像是如何推荐啊，选择适当的保健品，卖医疗器材，还有奶粉、尿布这些，其实学校都不会教我们。所以社区药局的药师一定要懂得如何自己增进这方面的知识，还有不怕与人接触。好，那最后我今天想要跟大家专注讨论的是医院药局的药师。大部分人对医院药师的印象就是都停留在门诊药局或是住院药局。那厉害一点的人可能会跟你讲说还有临床药师，但是其实台湾很多人现在也是说不清楚临床药师到底在干嘛啦。之后再跟大家讨论看看。那其实我在去医院见习之前呢，对医院药师的印象也就是调剂、审核处方、发药，顶多一点点的药物资讯。但我在大四上的时候呢，去医院见习了，整个就是大开我的眼界，让我的小宇宙大爆炸。那我在这边呢，要跟一般民众宣导一下，假如有一般民众在看这支影片的话，就是调剂这件事情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在医院里面呢，调剂的步骤非常的快，每天数百数千张的处方签，其实让大家压力非常大。
医院的学长姐们呢，中午只有短短的30分钟休息时间。大家都知道医生非常的忙嘛，那忙就容易出错。其实医生开错药、开错剂型、开错剂量、重复开药，这些错误呢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常发生。那药师就在这样子高压紧凑的环境上面呢，帮助大家好好的把关，最后你拿到的药才会是正确的。好，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讲的是在医院里面的隐藏版药师。第一个呢是药库的药师。因为你想嘛，药不可能全部都放在药局里面，一定有个很大的库存在管理这些药品。那药库的药师呢，就是负责管理这些药品的人，包含药品的上架啊、保存啊、进货等等。那当药品有短缺的时候呢，他们要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想办法找到及时替换的药品。尤其像之前 COVID-19 锁国，很多药品可能不一定进得来等等，甚至呢，药库的药师还要跟资讯部一起合作，来适当的调整和维护更新医院的药品系统。那接下来呢，我觉得是非常酷的是刀房药师。就是很多医院会在某一层楼里面呢是一个管制区，那进去之前都要先换上 scrub， 然后呢里面呢可以进到各个手术房里面。那如果今天我有紧急的状况，我需要从外面把药品送进去刀房，那一定非常的慢嘛，然后也非常的没有效率，也非常不符合成本。有些药品在刀房的使用比率比较高，那医院呢就会有一个管制区里的刀房药局，它会负责调剂和管理刀房里面常有的药品以及麻醉药品等等。那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特殊处方的药师，那他们掌管的呢是全静脉营养的调配，以及一些高毒性药品，像是化疗药等等。虽然现在啊很多静脉营养已经有商业化的处方，但是遇到像是小孩或是特殊的病人，都还是需要药师帮忙计算和调剂这些静脉营养。像我去见习的时候呢，就跟特殊处方的药师呢一起去查房，观察病人的状况，然后有看在儿科病房里面看到超小只的宝宝，然后呢搜集和追踪病人的情况，调配出最适合病人的处方。所以在学校里面，你学到算那些 TPA 是真的会用到的哦。好，那最后跟大家讲的是药物咨询还有药师门诊。其实大部分的医院应该都会有药物咨询柜台。那我一开始以为我去那边就只是坐在那边闲闲的，不过我是真的有被病人问到一些用药相关的问题，而且啊，有些比较复杂的药品使用都会请病人移驾到药物咨询柜台去接受卫教。另外，最近药师门诊也越来越夯，很多医院慢慢推出药师门诊。我觉得药师门诊是药师们真的可以认真耕耘的一块，也是我们真的有办法跟病人用充分的时间卫教和了解病人的一个场域。像是我就有看过抗凝血药物的门诊，以及免疫抑制剂的药师门诊，其实这些呢都是药师可以好好努力的方向，也是目前来说比较难被人工智慧取代的一部分。好啦，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希望能够帮助各位药学系同学更了解医院里面的生态。其实真的药师做的事情不只是调剂跟发药，还有非常多大家想不到的工作。我觉得药师呢应该算是一个药品的掌管者，而不只是发药机器而已。但是当然也有非常多的药师，他们的功能就是发药机器。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好增进自己的专业，试着多了解药学不同的面向，做出改变，我们才能够让药师这个职业继续蓬勃的发展下去。好，假如你喜欢今天的影片，一定要帮我点赞、订阅，还有分享给你所有读药学系的朋友们。我是好先生，我们下次见。